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要讲一个背叛事件了，没错，有背叛事件发生了。这一次也是同样的原因啊，就是为了要争夺星星。这一次的事件叫1564星星事件。那么这个消息是来自 Flash 的频道，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在这边，他的 DC 频道。那这个主播呢，其实是外国主播，但是他对万国觉醒的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很多数据啊，一些加速之类的，全部都是来自他的频道。他偶尔也是会做一些大型 KVK 的直播，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他的频道。OK， 那么首先发帖文的玩家是来自2450的这位玩家，这位玩家也是2450的国王。他这边就有说到，他在玩这个游戏5年以来，第一次对王国做出了评价。他一开始呢也是没有打算要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他可能之后担心有一些王国也会一样的遭遇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打算把这件事情给供出来了。他们是火阵营的王国，然后他们的盟友就是水阵营，其中的主角有包括1564，还有其他3个王国。那么一开始呢都很正常，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直到有一天，他们的 R5，这个叫 Nook 的一个 R5，他收到了一封来自1218的邮件，就有说到 TRN 如何在活动期间100%的背叛他们。不过当时候火阵营可能没有危险意识啊，都蛮相信他们的盟友啊，都可能有听取他们的话啦，但是还没有开始怀疑自己的队友，我这边自己个人猜测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对话。OK， 那么首先这个对话呢，1218这个玩家就跟他们打招呼，然后给个小小的警告或者是提醒。他就说 TRN 可以为星星做任何事情，就算要跟他们的盟友战斗，也就是火阵营啦，现在他们的盟友啦。但是1218应该是之前跟 TRN 也就是1564合作过，然后这边就跟他们讲叫火阵营这里小心一下啦。然后这个玩家是来自1218的，不过是不同人啊。他这边就说到听说你们跟1564合作了，然后他们为了星星可以不顾一切的去背叛他们的盟友啊，这边也是一样的警告。还说到128在上一次 KVK 是他们的盟友，他这边有说到，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联络一些1182的玩家，去跟他们了解详情啊，就担心他讲这个背叛事情呢，可能这个2450不相信啦，所以他这边还供出了另外一个王国你可能不相信我们1218，但是1182你们可以去问一下，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这边还说到，不要把土阵营还有风阵营推得太远，你或许需要他们，就是讲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可能需要寻求土或者是风阵营帮忙。OK， 那么这边就要开始他的故事了。这边他就有说到，他们火阵营是跟土阵营战斗的，然后他们的盟友水阵营是跟风阵营战斗的，这个数据是在第5区域战斗的数据。那这边数据我是已经帮你们算过了，击杀最多的就是火阵营，再来是土阵营，最后才是这2个阵营。那这边他们是已经花了3天的时间在跟土阵营战斗，因为土阵营那边有很多玩家，而且还有很多达克玩家之类的，所以他们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打败他们。然后这边就有说到他们的盟友水阵营跟风阵营那边是比较简单一点他们很快就结束了战斗。然后土阵营在跟他们战斗期间呢，一直不断的开集结去打火阵营啊，所以可以看到他这里的数据，确实土阵营是阵亡了很多部队，然后击杀是真的比较接近火阵营了。相对来说，风跟水阵营就数据少一点，阵亡也比较少一点。并且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最后的数据啊，它这个列表是比起刚刚上一份列表还要更多的击杀积分，所以我这个相信应该是黄庭之后的数据啦。OK， 那么这边再次声明啊，他们是很相信自己的盟友，也就是水阵营的。但是因为一个星期的战斗，火阵营也就是发帖文的这个玩家呢，他们是已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跟加速，所以他不再希望这一场 KVK 还有一些什么 drama 发生啊，就是这种背叛事情发生啊。但是他这边有特别注明告诉各位，他们的盟友水阵营是跟土阵营有战斗，但是只有打1个小时而已，而且是小型的战斗，可能打一下就撤退之类的。但是他们给出了一个反应啊，就很像他们战胜了土阵营这样子。并且在他们那边的一个国王还特别在 YouTube 那边制作了一个影片，说他们是怎样屠杀，他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屠杀土阵营。然后这个截图是来自1564的，也就可能像这个贴文的玩家说的
一个 YouTuber 啦，因为他名字这边写一个 YT 啊，所以相信发 YouTube 影片的应该就是这位玩家。OK， 那么他这里是郑重的告诉火正宁，也就是他的盟友1564 TRN 是不会背叛他们的盟友，是这边写 never 永远都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好，他们都不会背叛自己的盟友。然后下一个截图其实是一样的，我不问为什么他发两个图片一样呢？有可能他不小心手抖点错。OK， 那么重点来了，这边就开始讲。他们一开始的协议呢，其实就是讲谁的数据更好看的话，谁就可以拿到星星。这个我相信不管是在哪个地图都是一样的协议啦。他是已经告诉了 TRN， 也就是1564，可是1564他们是等了6个小时之后才回复。然后火正宁在想着可能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去讨论还是怎样，所以就没有特别去理会。但私底下 TRN 也就是1564，其实他们在跟自己的盟友在讨论着要怎样去背叛火正宁，但是他们的盟友全部都是拒绝了1564的，尤其是1688，他们的反应是最激烈的，是完全不同意背叛的做法。那我们来看一下截图。那其实这边的截图也是火正宁跟水正宁在讨论了，然后火正宁就跟他们提出说要怎样的方式去拿到星星之类的。然后这边水正宁就有说到，如果是不计算荣耀值的情况下，他们是同意以阵亡还有击杀积分来看谁应该要获得星星，所以他们这边是已经讨论出结果了，是已经同意了的。那么这边就有说到2450，也就是火正宁这边呢，因为他们在前期战斗了不少啊，他们是已经没有多少的加速资源，而且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所以他们逼不得已只能妥协。然后这边他应该是前面跟他们讨论了很长一段对话，他这边就讲我不想要跟你们再讨论什么事情了。然后这边2450就有说到，假设说他们不给星星的话会怎样？这边就有说到可能会有一场不必要的战斗，水正宁跟火正宁之间。哇，我这已经开始威胁他们了，就讲要跟他们打过，如果他们不交出来的话。OK， 那么这边还有另外玩家，应该是 R4之一啊，这边就有说到为什么当初在打了区域5之后你什么都没有讲。他这边是有说到，因为他们打风正宁是打得很简单嘛。那其实我觉得他这边的对话应该是说，如果水正宁在区域5，也就是关卡4发现到打风正宁好像没有拿到多少的击杀积分，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可以获得星星，其实当下他们就应该要跟火正宁讨论了，是不是？那你如果提早讨论的话，至少你可能还有机会说我有可能有一些能力可以拿到这个星星，或者是双方可以兑换一下敌人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讲他们在关卡7是互通的嘛，门口就让水正宁去火正宁的位置，然后火正宁去水正宁的位置，大家互换也可以啊。不然就是可能在黄金的时候讨论一下，你应该要去打土正宁，然后我现在去打风正宁这样子。对啊，他这个说法没有错的，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你现在结束了之后，你才试图说要去改变他们一开始的协议，从他的角度去看的话，这样子是不合理的。但是这边1564就说到，他已经告诉过你了，什么时候？他这边应该要附上截图了，如果是真的告诉的话，可能下面会有截图啦。然后还说到对方2450有说过没有问题啊，但是我相信正常的王国应该都是不会同意啊。哇，自己打得要生要死，怎么可能同意星星让给你？这个击杀积分都没有他们多的王国拿。然后这边1564就有说到，他也不喜欢这个，但是改变主义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背叛，他们也不喜欢背叛。1564就有说到，虽然火正宁跟土正宁是持续战斗了3天，也是阵亡了很多，还有击杀了很多，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他这边说到，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并没有对 KVK 造成多大的帮助之类的吧，就是讲他们只是互相在刷击杀积分跟刷阵亡而已，而没有造成这个 KVK 的一个重大的转折之类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啦。然后这边的回复就有点像之前我讲过的2142这样子他们在背后做了什么东西啊，他们有去拆掉对方的建筑物要塞之类的，这边有说到，还有说到水正宁应该要获得星星，还叫对方去试图理解他们1564，还说水正宁没有机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有可能他们找不到一个方法去拿到更多的击杀什么之类的。然后这边2450就说到，你这个是以客观的角度去说这件事情，而不是在他们的协议一部分的事情啊，就跟上次一样的情况啦。你只是想到你的立场，你做了什么东西而已，但是他们一开始的协议就是说要击杀跟阵亡，你如果真的不接受，你就应该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件事情了，而不是真的拖到最后才说。
这边1564就回复到说他可以接受任何事情，除了星星。他就有说到给他们星星，然后换取所有的奖励，就讲大家做个协议吧，你给我星星，然后其他的奖励全部都归火之灵。而且他这边还说到要求对方，也就是火之灵，下次 KVK 再跟他们合作，下一次他们就可以给火之灵星星了。也就是讲这一次水之灵拿星星，是不是下一次火之灵轮到你们拿星星了？火之灵的玩家觉得他们这样子的发言有点奇怪。这个对话截图就是他这一句话所讲的东西就讲他们讲这一次给我们星星，然后下一次我们合作的话，这个星星再让给你之类的。还说到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就是白纸黑字啦，有一个证明。最后一句比较讽刺一点他这边说到我希望这个赛季我们没有做任何对你们失望的事情。他不想他们之间有仇恨在但是你们看到已经发出这个贴文了，也就表示说他们已经拉出了仇恨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对，那么在 KVK 结束之后，其实他们是有试图在失落聊天室那边把他们这些内幕东西全部爆料出来给其他阵营看到，就包括土阵营还有风阵营啦，给他们知道水阵营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 TRN 就开始从他们的外交群把其他的盟友全部都踢掉，他试图想要删除掉里面的一些证据，并且他们从失落聊天室那边消失了，试图是要掩盖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者是感到羞耻之类的啦。那这边还说到他们上一次 KVK 似乎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然后他们这一次 KVK 又在重复犯同样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已经重复背叛了2次，可能之前还有更多次啦，但是没有王国爆料。他发这个贴文呢，也是为了要警示大家不要相信这个王国，不要跟1564 TRN 结盟，他们有可能会改变想法，不要去相信他们任何东西。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感谢大家观看的对话啦，这边不是很重要。OK， 那么故事大致上是这么多啦，然后这边对话其实还蛮长的我要一个一个去读的话要花很多时间了。甚至就连水阵营自己的盟友1688，也就是讲那个反对非常大的那个王国，这里都是跳出来帮2450说话，他们是跟156是同一个阵营，也是在同一个 KVK 的。他这里可以保证说这个数据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连自己同一个阵营的王国都已经跳出来，就可以显得那个王国1564的问题有多大了。然后跟156同一个阵营的王国，也就是负责反对的那个王国1688，这边也是有补充到一些对话，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就是来自水阵营的其中一个王国，也就是跟156在同一个阵营的。然后大多数的对话全部都是由156去跟火阵营对话。那其实在第6区域开始的时候， TRN 就已经在他们的脑中算是洗脑跟他们讲我们要去背叛火阵营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关卡器的时候，水阵营是在火阵营的门口那边建了一个要塞，这个是关卡器门口。然后这边就有说到他们的计划是怎样形成的。 OK， 那黄庭开始的时候 TRN 是有计划要围绕着整个圣城的，然后试图让火阵营的玩家去攻击他们，而造成好像火阵营背叛了水阵营的假象这个有点厉害耶。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风跟土阵营在推回去之前呢，1564其实都没有提到星星的事情。那当火阵营在跟水阵营讨论说谁应该要拿到星星的时候，其实下面的一些对话有说到水阵营当时内部在讲着什么东西。下面这些对话也是有明确的表达出1688是没有想过要去攻击火阵营的。它下面的对话基本上都是他们一些内部的对话，然后这边还有说到火阵营跟水阵营他们是怎样去讨论他们最终协议的。这边下面的对话是说他们要怎样去分配征服者之证的事情然后这边就有说到比起 TRN 其实 DSQ 更加值得获得征服者之证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去要求这些事情。然后下面全部都是一些对话，就讲他们怎样合作然后奖励应该要怎样分配之类的。看这个对话应该是来自1564的，他这边就有说到他们明天就要跟火阵营讨论星星的事情了，但是他其实还是想要拿到星星。他就问到他们其他的队友有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在外交中要获得星星是很困难的。1688这里就有说到他没有参加他们一开始的协议讨论，他就有说到星星那边有什么条款之类的吗？
这个玩家就回复到他明天会说这件事情啊，只有火跟水会讨论这件事情而已。他这里是担心可能会有最坏的打算呢，就是可能双方之间要发生一场战斗，所以他这里就已经提早告诉他的王国、他的盟友之类的。这里他就回复上面那个玩家说到，他们其实是要根据数据去评估谁应该拿到星星啊，然而风阵营没有办法跟他们战斗，所以对他而言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他这边还说到，对于火阵营来说这个方式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那这时1688就有说到他们也相信一开始跟风阵营战斗的时候他们是最弱的阵营啊，因为根据他们一开始的数据来看，确实风阵营会比较弱，然后他们相当于会比起风阵营还要强一点。但是他这里有说到，如果一开始协议是已经达成的话，然后火阵营的数据确实是比他们更高，那么火阵营就值得获得星星。就如这个玩家所说的，他们没有发生多少的战斗，没有发生那么多的战斗，那就是风阵营的问题，而不是火阵营的问题，不应该把错怪在他们身上。战斗最激烈的应该要获得星星。那下面这个玩家就有说到，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会获得星星。如果他们一开始是选择火阵营作为对手的话，风阵营也会全力以赴，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生存。他这边是打个比方啦，假设说他们一开始不是跟火阵营合作，而是跟风阵营合作，然后他们那一方胜利的话，最后拿到星星的也会是水阵营，而不是风阵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还说到在这张地图上，火阵营是孤独的，因为他这整个地图里面最强大的阵营，甚至土阵营都要屈服于火阵营。1688就回复他说到，他知道星星很重要，而且他们自己运气也不是很好，遇到这样子的对手。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火阵营赢了，而且他们的数据是最好，而且根据一开始的协议，他们就应该值得获得。然后这边持续一段鬼打墙啊，很长一段对话。这边1564还是持续他的说法，就是王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拿到星星。另外一个玩家就融入开始说到，你们一开始跟火的协议不就是要根据最终的数据来判断谁应该要拿到奖励吗？而且他们是已经同意了，不是吗？然后最搞笑的就是他自己也承认了 ，OK， 没错，他们一开始就是根据数字来判断谁应该要拿到奖励的，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发展。对于火阵营来说是公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为什么他们要以这样子的方式去计算？这个图片是由他贴出来的，然后这个2200是同意了，他这边发 OK 我不懂是不是真的同意要打架了，但是1688这边就跳出来说，他们是已经表达了他们不想要攻击火阵营的意愿。如果阵营中大多数玩家都同意跟火阵营对战的话，他们不会干扰，不会融入这样子的战斗，他们不会背叛，他们只是会跟风或者是土阵营持续战斗而已。然后这个玩家看到他的对话就翻了白眼了。那我只能说1688真的是一股清流，我不会跟这个1564同流合污去抢掉人家的星星。然后下面那个截图是讲到1564是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盟友的，然后去派发那个征服者之证。那这边就有说到他们的征服者之证应该是平均分配，每个王国可以获得60个，是不是？他这边回答是 yes， 对的。可是下一张截图就有说到，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一些争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那他们这边是有明确说出了他们的付出跟他们不一样，跟1688不一样，有可能就是讲1564他们付出的更多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分配到奖励呢，其实不会平均分配，也就是讲可能他们会拿的比较多。那下面的截图呢，全部都是一些王国邮件，这里就有表达说他们不会去攻击火阵营，他们只会逗留在区域4那边，避免跟火阵营发生战斗。然后这边全部都是一些证据，就有说到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他们不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之类的，他们不会跟火阵营战斗之类的，这边全部都是截图了，这边我就不重复了，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是真的明确表达出他们是不想要做背叛的事情了。 OK， 大概是这样。然后下面这个影片就是他们所说的1564那边明明没有跟土阵营战斗，但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影片说他们是怎样跟土阵营战斗，但是这个因为有版权啦，所以我就不放出来了这边也是做个补充， REX 的玩家在后来也是离开了外交圈，应该也是对协议有发生一些不满之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自2200的日本玩家就有说到他要发一些消息给这个截图的玩家，然后还说到 TRN 也是对水阵营撒谎。
一开始承诺说要给每个阵营要有60个的征服者之阵，就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但是他们没有。但是这个时候1564的玩家加入了战局，有戏看了。那他这边就有想到，在他们对话结束之后，其实2450有答应说要给他们拿到星星，然后要跟他们说要怎样交换条件之类的，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但是2450把他们包装成一个背叛的王国，他这边的对话就反咬火阵营一口了。那这边可以看到可是他这个顺序其实有点混乱啊，这个应该是第一章还是什么？他这边里面的对话内容啊，基本上就是2450就有跟对方讨论着你们拿星星，然后我们要拿建筑物之类的。但是他这边所有的对话全部都没有日期，看不到是什么时候的对话。这里的对话有可能是他们打完 KVK 之后的一些对话，因为他这边的贴文也是有说到是在他们对话结束之后，所以我相信应该是在皇庭那边打完之后威胁了之后所发出的对话，然后对方就是火阵营他做出了妥协，就是跟对方交换啦，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能力再继续打下去了，在跟土阵营战斗了之后。所以他这里也是有说到2450的玩家很虚伪呀，讲他们都是一些烂好人之类的。还有说2450散播假消息之类的。在他们获得奖励之后，在白天的时候就跑去攻击他们的城市，然后这边有报告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火阵营打水阵营的一些建筑物旗帜之类的。因为毕竟他们之间都已经闹僵了，所以打起来也是很正常的。这里全部有附上报告，各位可以自己大概看一下啦。这边1564就有警告他们不要再跟他们打了，但是他们是以 MGE 之名跟他们对战，这是对于他们的一种羞辱啊。这边有看到一些对话，反正他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叫对方不要去攻击他们的一些小号城市之类的啦。就有说到他的盟友啊，应该是他的队友之类的，在攻击他们的一些农场账号，在皇庭那边。这里就是大概跟对方做一个通知这样子啦，然后他有说到，他有要求他的队友不要做出一些反抗，就是打回去的动作。对方就回复到，没有错 ，KVK 是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们还在持续我们，这个就是个问题，所以请他们拉回去，不要再攻击我们了。然后这边就有讲到对方一直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一直跟他们发起内战，一直故意攻击他们的旗帜。那这里就有要求让那个人补偿他们2.5亿的金币，否则这里1564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以导致成他们在昨天整晚都没有睡觉。你是他们的管理层之一，就应该要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然后这边的对话也是差不多的，但是他这里就有要求对方支付他60亿的资源了。还要解释一下你的行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否则你就会被清零。刚刚那个对话就是来自2450的阿四发给刚刚那个玩家，就警告他了要发生什么事情啊，叫对方补偿啊，然后对方也是接受了这个道歉之类的。就是说就算他们最后是已经达成了协议了，但是看起来还可以，除了那些玩家有捣乱之外，并且下面1564这边反而是提供了截图，说是火阵营背叛了他们，而不是他们背叛了火阵营。然后这边就有说到叫他们去治疗旗帜，因为有些人不小心打到他们的旗帜。那这个对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也是写今天而已啊，并不是说几月几号的。然后就有说到他在怀疑火阵营是不是他做的决定，叫他的队友去烧掉他们的旗帜或者是城市。还说到是火阵营正在要开始发生一场内战，而不是他们。当时候也是一些玩家所引起的内战啊，所以他也没有去特别在意。然后就有讲到谢谢你的好意和努力，他不打扰他了。原本他们是打算说要把星星让给火阵营的，但是最后逼不得已让他们使出了去抢夺星星的计划。这里有说对方是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协议，但是最后火阵营把水阵营描述成一个背叛的王国。然后下面这些对话全部都可以证实他所说的东西。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也是一样写今天的，也没有写日期。然后这个是来自2650的，这个就是对方的王国，他们就有说到那个胆小鬼在哪里，我翻译这个比较隐晦一点啊，不要直接说出来。这里1564是有要求对方停下来，然后这边就是一堆就是吵来吵去的对话啦，骂来骂去的对话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不方便讲啦，他们有些写的东西是蛮脏一下的。那这个玩家还直接讽刺到，你是不是在下一次 KVK 还要继续抢星星偷星星，那边写 steal 偷。大致上是这样子啦，他们的对话
全部都是在失落聊天室那边骂来骂去。这个我看不懂啊，这个写的是土耳其文吧 ？OK， 全部都是骂来骂去啊。它大部分的截图都是来自火阵营啊，或者是其他阵营的。那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那这边对方还说到哦，内战是我们唯一的答案，我们不在乎你的王国。那有些阿拉伯文真的是看不清楚。OK， 哇，很多脏话，很多对话。最后这里他是做出了类似像总结的话啦，这里就有说到156是没有背叛，只是在地图上做出了安全性的策略。在他们写给盟友的信中有表达到他们所做的东西都是为了要防止火跟土阵营结合，他们结盟之后来对抗他们的一些措施啦。但他就表现到好像水阵营要攻击火阵营这样子，还说到火阵营让出了20个 TP 位给土阵营，这也体现出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的外交结果。他们采取了安全措施，但是不意味着他们要攻击火阵营，是为了要防止他们，因为他们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了，所以担心。下面这边还有说到之前 KVK 1218的事情啊，但是我没有接触1218的事情啊，所以这边就不好评价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2450的玩家似乎是看到他的对话之后觉得很离谱，他这边在嘲笑。那么最后他们是以投票的方式来针对他们这一次的 KVK 到底有没有背叛，但是他这里不会公开任何的内幕之类的，不会讲谁的名字啊、消息啊、哪一个王国之类的 OK， 并且他这里收到爸的通知，叫他删除掉这个贴文。因为他也可以理解爸是在土耳其的社区里面的一个地位啦，这里他也是非常感谢他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有他的频道的关注。不过在最后这边还有说到，如果这个事情的压力太大的话，他最后还是会删掉这个贴文的。而且最后他还有强调对方没有给他钱，如果他们有给他钱的话，这个贴文也不会存在。他的意思就是讲，如果对方是给他钱买通他的话，其实他可以直接删除掉这个贴文了，而且这个贴文也不会存在在这里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意思啦。那么大致上这件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啦，我也不懂要讲什么东西了。那么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呢，不管你跟对方的协议是什么，通常只要击杀跟阵亡最多的王国都应该要获得星星 OK， 这个是 common sense 的东西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一些特别的协议，比方说他们不是看击杀和阵亡来分配奖励的话，那么 OK 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哪一个王国对哪一个王国错呢？我这边也不做太多的批评了，这个就给大家审判了。你们在看了这件事情的过程之后觉得怎么样？我今天也是以叙述的方式跟大家讲一下而已啊，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一次我也是给出了两边不同的看法，一边是火阵营讲水阵营背叛他们，然后另外一边是水阵营说哦，火阵营已经答应了他们，但是还是在继续攻击他们，反而是他们背叛了水阵营。所以两边有自己的说法了，到底谁对谁错呢？啊，这个就由你们自己去评判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我看他们都有说要关掉这个频道还是什么了。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拜拜。